大家好，今天是8月27号。昨天晚上鲍宇的讲话是把整个市场都给吓傻了。比特币盘中是一度跌了超过6%，那美股那边是跌了近10%哦。这个位置我们再来揣测一下，主力这个位置是不是在顺势打压？因为现在是又有量啊，又有量，会不会像前一次的这一根有量出来之后会有小幅的反弹？那这个位置短期会不会遇到抵抗？会不会类似上一周的行情，也是周六周日有2天的反弹？我们等下来做一个揣测，或者是昨天的那一个止损位29000点，你应该赶快止损掉。那今天我给的多单建议，不然你去观察一下20100点这个位置到底怎么来观察。如果这个位置再往下破，下一个多单的建议19300美金。在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的邀请链接注册 ，BNOK 返佣永久20%，或者是 Bybit 新的邮箱注册，不用验证啊。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位置，短期昨天有提到啊，只是没想到真的就下来了。我一直以为是看能不能往上去，或者是在这个位置继续整理，只要能稳住这个区间就行。但是它现在是类似前面的这种上升趋势。1、2、3、4、5、6、7，第8根转折，1、2、3、4、5、6、7，第8根转折，就是类似一个旗形啊，在飘旗子。那现在这个位置确实是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在飘一个旗子，但是我的揣测有可能是会整理，只是没想到真的就下去。尽量的话20900点一定要止损掉啊。那我的观点是在这个位置如果还要做，我记得当时在这一个低点的时候是给大家有猜测过那一个比特币的多单，大约是在19000美金附近。所以后面是这一根吞噬是很强的一根吞没。我的观点是，既然它能把这一根下跌的开盘价或者是高点给吞掉，其实这个高点大约就是在2万或者是20100美金附近，你再去观察一下，其实是非常的接近。如果这个位置要开的话，止损直接设一个1%，万一再跌破呢，那就是19300美金，大约是在这一根的收盘价或者是这一根的开盘价，也是很重要。下一次开单点位就是在这个位置，而且我计算了一个江恩点位，可能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支撑区啊，19300美元。那另外我们再观察一下现在日线的布林线啊，如果是真的要出轨，会不会到19300美金？反正尽量观察一下吧。如果是判断区间整理的情况下，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其实接近下轨的位置，这边先观察一下会不会有支撑嘛。我们参考一下前波的几个走势，比如说周线啊，周线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到吗？一根暴跌的 K 线亮出来，1、2、3、4、5、6、7、8、9，那这边呢，一根暴跌的 K 线，1、2、3、4、5、6根啊，6根有可能现在的位置，整个周线里面是不是很像这个位置，或者是这一个位置，它还是在整理，但是可能也不一样啊。我们观察一下，它如果是像前面的几个比特币的底部，比如说18年的比特币的底部，有可能会不会像这种位置啊？或者是像这一根暴跌以后来到这种位置，后面还有横盘，或者是更早之前呢，15年的几个位置，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周线啊。周线它有没有可能类似这种位置，也是有可能。这边一根暴跌，后面是连涨了几周，但是后面还是有重心下来，就是有可能类似这种区间，也是不排除啊。那至于超短线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一些指标啊，短线上其实4个小时已经开始有背离哦。就观察一下这一个 MACD 指标，4个小时里面也是有背离，包括这一个 KDJ 指标也是略微有一点背离啊。我们尽量观察一下吧。就周六周日，如果它能反弹的话，会不会类似前面的这一个位置暴跌？后面它也是在这边横盘，短线有可能会有反弹的高点。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1个小时啊，我现在看到的一个现象是这样子哦，它这边不是有一个量能出来，昨天晚上其实是有利多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美国 PCE 物价指数，当时出来以后，比特币盘中还是有涨上去以后，但是后面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就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央行会议上面是表示啊，恢复物价稳定可能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
限制性的政策立场，就是说历史上的一些教训，央行不应该过早放松货币政策，就是不应该过早的宽松货币政策，就是说有可能降息不应该过早。那我的观点还是维持前面的不变，反正到年底结束之前，估计全部都是加息。下一次加息是在9月22号，我们到时候尽量去观察一下，美联储加息会不会再加75个基点，当然是最好。如果再有利空它不跌，有可能在这个位置2万美金，或者是19300美金。下一步我们观察吧，低点到底会到哪一个位置，只能一步一步来判断。现在是确实是逆势之下，并没有好的行情给我们，仓位控制好，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